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暗黑破坏神2代》高清版单击野蛮人的流程。这个野蛮人呢，我采用一个非常规的练法吧，咱们练一个投掷野蛮人，不太主流，但是也能够通关。第一个任务先这样去吧，因为标枪啊、斧子啊、头斧之类的，咱们现在买不起，所以只能这样去了。有很多小伙伴咨询我2代的高清版的下载，这个其实就是普通的版本。那视频看起来稍微清楚一些，是因为我加入了一些后期的处理。先去找那个洞，第一个任务是找洞。投掷野蛮人的话，爆了个戒指。具体的练法，咱们等第一个任务完成，回来了看看能不能捡到投掷性的武器，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。当然，它的练法和天梯啊、战网还是有区别的。洞在这儿。大家就记着，单击的练法肯定和战网是有区别的，因为2代能够选择的装备的范围是有区别的，有很多的符文之语，单击是无法做出来的。咱们讨论的是单击环境，不要说打个天梯补丁之类的，没用，因为你打了补丁呢，你也打不出来那样好的符文之语，对吧？理财、符文，这个在单击几乎你就不要考虑了。你考虑的符文之语就是单击版的，能够用到20号以下的这些符文之语，可以做。而且单击环境更多的，并不是像战网一样，战网讨论一个练法的时候，就是装备是固定的，就是那个固定的方式，然后呢，你人物的数值去配合这个就可以了。但实际上单击的环境，你有什么装备是不大一定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做出一定的妥协。基础的装备减一减，升级的点先留着，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咱们再加。标枪要捡着，看这把标枪。标枪是第一章咱们的主力武器了。你看它有好处呢，就是攻击力比较高。另外最重要的，近了呢你可以插敌人，远了呢你可以投射出去射敌人。近了插，远了射。所以这是一个远近皆可的装备非常适合的。我好像落了一个敌人，回来再找他吧。这个地图也不至于多大。尸体发火在这儿。看投掷类呢，打 BOSS 就是轻松一点。打普通的小兵呢，因为消耗比较高，这个投掷每扔出去啊，你实际上是在扔钱。电视卷轴80，哦，那应该就是差落下的那个，还差一个。好了，回去整备一下，加点。好，加点方面是这样，属性点呢，咱们体力和力量够用就可以，剩下的点数投到敏捷当中。技能方面，支配投掷、双手挥击和双手投掷，这要加满的。呐喊呢，战斗体质先加满，剩下的点数投入到大教里边。我为什么没说
是这个大叫加满呢，因为咱们通关的时候大概是80级左右，这个时候的技能点是不够你加满这么多技能的。你只能够加满4个，剩下的任务给的10级点呢，你还能有一个加的差不多，也就是那个大叫。你看打雪鸟，因为是个远程，所以说打雪鸟还是稍微简单的。雪鸟这个 BOSS 啊，近身打起来不是很好打。你看我说的是雪鸟，没说雪巫，对吧？约定俗成吧。出了2件黄金装备，但是这个任务给咱们最大的帮助呢，是咱们有了小弟了。Good day。咱们最好换一个冰剑的，用冰剑还稍稍有一点控制要素。冰剑怎么等级都这么低啊？火箭有4级的，冰剑最高就2级。装备一下吧，装备一下，继续咱们要去救老爷子了。这个帽子他还戴不上。他是不是觉得是军帽啊？其实不是的，就长得样子差不多，但不是那款绿的。好，护甲。过来，咱们是找那棵树。你看，投掷类现在有飞斧，有匕首。这种飞镖，还有呢就是标枪。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技能，技能支配投掷肯定要加满，这是投掷类的基础了。第二呢，双手投掷要加满，双手挥砍对双手投掷是有8%的每级加成的，这个技能要加满。然后战斗体质、投血这个也要加满，你看这就已经4个技能了。那剩下的你像铁布衫啊，增加移动速度啊，增加耐力啊，增加自然抗性这种，点1点，后面的靠装备来撑就可以。然后你剩下所有的点数都投入到大叫里边，提升的防御的那个。大树，这个树应该还是挺明显的，但咱们 1.14 啊没开图啊，在这儿。我这小弟跑位真的是迷啊！你看钻人堆里去了，他是有惯性刹不住车还是怎么？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他现在呢复活他比较便宜。100-200块钱就可以了。你等他后面级别高了，一次好几万，真的是要了命。现在咱们是单手持的投掷啊，后面12级之后呢，咱们要双手，都是投掷武器。Greetings. Hello. 你看，咱们对话的时候啊，能够看见有一个重置的选项。石块旷野，去找那几个石柱。啊，这张图让我跑的跟狗啃的似的。就往没跑过的那边去。咱们的小弟选择上是这样，为什么我的属性点大部分都要加到敏捷呢？是因为敏捷还有个好处，它是增加命中率的。啊，如果你觉得我不喜欢加敏捷，我就要加力量，那你最好在小弟的选择上呢，选择加准确光环的小弟。然后在这儿，
但是投掷类武器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射程和弓箭是没法比的。对，另外还有一点非常特殊的，投掷类野蛮人在单机情况下，这不能说单机了，好吧，因为单机的装备呢环境更苛刻一点，就是咱们不要追求 CB， 因为你是远程武器嘛 ，CB 的效果不好。另外呢，攻速你也得不到保证，你一个单机环境怎么追求攻速？所以说咱们唯一能追求的大概就是 DS， 装备上如果有 DS 的话，可以多考虑一下。来救老爷子了。咱们要把格瑞斯哈尔德打倒，其他的无所谓。好，救完。现在咱们级别大概是6、7级左右，打安姐之前练到12级就可以，这个一般都能做到。这还有蓝怪。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，我记得使用谁呀？好像就是使用的野蛮人，不知道为什么打到普通的第4章了，打暗黑破坏神了已经，我才18级，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级别就掉线了，因为18级的时候一般打对尔就感觉差不多了18级，但不知道那次为什么升级就特别慢，而且还是直播的。那我使用的版本一直也是这个版本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突然感觉等级那块儿掉线了。Regret it. Stay a while and listen. What you need? 老爷子救出来了，下一个是，哎，这个腰带不错，呵呵，这个腰带对我来说不错呀。下一个咱们下塔了。You have read, yes. 去搞女伯爵。啊，这个戒指真的垃圾啊，太垃圾了。卡在黑色荒地。看看他给我报一个什么符文。哇，这敌人不少啊！我突然感觉自己被包围了。好像一下子，哇，下边这一票还是小 boss 呢。哎，大家看右边的图标标志，说明我的匕首快扔完了。来吧，搞标枪了。小弟强壮多哦，爆了一把黄金猎弓，但是啊，我小弟现在这把猎弓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它是一个3孔猎弓，我给镶的是红宝石、绿宝石。像现阶段的黄金装备，它的 ED 不会很高，所以说还是镶嵌的这种感觉更实用一点。即使它的 ED 很高，但是它基础差呀。下塔，来到5层。咱们在最后的投掷的武器的选择上是这样的：你像你玩战网的话，你可能会想撕裂者啊、战争之鸟等等，但是呢，咱们一个单机环境，顶多拎着2把元凿就完事儿了。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女伯爵，
单机呢，你注意你有个双吸，这是生存的基本啊，其他的再说。啊，你不觉得不就在这儿吗？我打了20多年，我觉得我没走错呀，没看见他放火呢，怎么？这就很奇怪啊。他难道刷到边上那小房间了？一会儿进去看看啊，这个是有可能的，比较罕见。应该是这个房间里没有女伯爵，箱子在这儿。看看边上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果然，那他就不放火了。哦，给了个6号，给了个戒指，给了个护身符，不错，还是不错的。箱子里还有个小符，这把发了。Hello， 回来辨识一下。后面咱们就要去搞，搞铁匠了。这个帽子不好，2到7，你看啊，普通的是2到6嘛，加1到5的火焰伤害。那我感觉没有我镶了一个绿宝石，看看戒指换一个，项链只能这么戴了。来军营收拾铁匠。这种 BOSS 我不担心，因为现在的野蛮人正是比较强势的时期，敌方的数值都没起来，但是我的输出已经不低了，尤其是在打 BOSS 的时候，单挑的时候，我这还被前后夹击，后面还有几个弓箭手。这小弟是真脆，我的天，被崩了！这一下不好，这一下不好。这冻结的话，这个效果十分恶心。铁匠在哪里？哎，这就找到了，已经看见了，已经看见那把锤子了。冰剑真的好用，非常有效的延缓了铁匠的进攻。飞刀一把，锤子拿走。看看往下层先走。嗅觉指引着我往北，应该是这里。来到内侧回廊，这里的骨灰一定要打。我和小弟是2个远程，到下一站换小弟。你可以换加防御力的那种，这样小弟稍微硬实一点。然后你在后面疯狂的射击，体力药剂捡着。初期的话，有的时候会遇到路太远跑不动的情况。哇，这怎么又这么多人啊？感觉又被包围了。看看小 boss 在哪，在这儿。哎，他扔的毒呢，最好躲开，他还是很毒的。爆了什么？短标枪，短标枪是现在远程的攻击力很高的武器了，这个要捡。来找安姐，找安姐之前呢，我已经12级了，12级就可以双手投掷，一次射2发，这个对身体的消耗就很大，因为之前咱们单手投掷呢是不消耗法力的，那现在呢法力开始，我的天啊，来个特别快速，哦，这里不好打了。咱们绕一圈吧。哦，这里真的不好打，这些家伙打人疼。你加上特别快速这个加成的话，小弟已经淹没在怪海里了。那我只能放风筝了。我先清一下他们。哦，有个小 boss 带着。
我的走位是不用担心的，但这个小弟你没法控制。感觉怪少多了，把这个能复活的也干掉。行了，清的差不多，回去把小弟叫回来。这个组合弓呢，我就不给他换了，因为他马上要下岗。清十字弓他又装备不了。看我身上的标枪带的 Yes. 全都是。The Order welcomes you. 这个辨识一下，8到12，冲了。看看安杰给我报点什么好东西啊！给我来一个小安吉，黄金装备也行啊，我用得到的。好吧，我小弟弟用得到的也可以，就不要太过分就行。给我6个白的，那我也得忍着了。我这关攒的小紫瓶都用到这儿了，安杰已经半血了，我输出还是很高的。硬皮甲，我小弟被毒死了，这没打死他，但是被毒死了。行了，咱们也回城了。Hello. 辨识了一下，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咱们的投掷野蛮人开始上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